美国并不需要自己的陆军很强。二战前后，陆军的意义在于地面的战壕争夺、装甲对轰。不多近几十年，由美国陆军参与的世纪战争，应该只有海湾了。虽然那场装甲大战很是精彩，但毕竟那是在美国空军力量加持下一次完美的陆海空三军战役，并不能凸显某一个兵种的强大。在此后的20年，美国大规模陆军行动几乎销声匿迹，留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悬念。如今，美国陆军的战力究竟如何？近年来，美国陆军刻意降低了士兵数量。2023年，现役人数仅为48.893人，还排不到世界前3。美国陆军是美军的陆军军种，是8个部队其中之一。2020财政年度拥有正规军48.893人。除此之外，美国国民警卫队陆军以及陆军预备役都属于陆军所属，综合兵力约1005725人。先说最容易理解的预备役，这一部分人员是美国在战争时期能随时征召的一支武装力量。接下来我们再看国民警卫队的陆军，可以说这是一支美国陆军刻意隐藏起来的且战力强悍的部队。国民警卫队分为警卫队陆军和警卫队航空兵，归属比较明确。警卫队陆军是美国陆军的后备力量，警卫队空军是美国空军的预备力量。我们只讲陆军部分。美国国民警卫队陆军也称民兵。提到民兵，很多人会第一时间认为他们应该是由平民或者由退役的士兵所组成，没有制式武器，甚至没有工资，平时穿得破破烂烂，跟小区门口遛弯的大爷没什么区别。偶尔集合一次呢，胳膊上无非会多一个红袖箍，上面写着某某地民兵。美国的民兵和这些所谓的民兵完全不同，综合战力非常强悍。4等马润大家都听说过，形容的是海军陆战队的地位，在美国军种里隶属第4等。最近又流行起来一个新的形容词，叫5等马润。因为美国民兵荣升1级，成功超越陆战队，成为了美国新的第4等军种。2023年最新数据，美国现役民兵部队共有336129人，这支部队归美国国民警卫局直属领导。副局长由空军上将马克·萨塞维尔担任，局长是由陆军上将丹尼尔·霍肯森担任，再往上是总司令，总司令由历任美国总统来担任。平时这支部队分散在美国各地，由各州长指挥。一旦发生战争，那么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就归美国联邦政府了。国民警卫队虽然听上去像是个松散的民兵组织，也属于正规军的预备役部队，但实际上战力非常强大，其组建历史可以追溯到1636年，比美国陆军成立的时间更早。为什么说这支部队是美国陆军隐藏起来的力量呢？根据国民警卫队官网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正规军有的主战武器，国民警卫队基本都有。比如说美陆军的 M1 系列主战坦克，美空军的包括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战斗机在内的各型作战飞机，而且军衔、编制、条例、装备、后勤均与正规部队一模一样。从国民警卫队名称可以知道，本土防卫、灾难救援是这支部队的常规任务。像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国民警卫队就紧急运送了近3万多人和超过 1.1万吨的急需物资。但如果总干这些活，那些一流的装备也显得有些浪费。怎么办呢？美国国会又赋予了他第2项任务，参与海外战争。从第2次世界大战到2战后的历次美国参与的战争，几乎都有国民警卫队的身影。每天都有数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全球范围内部署，部署次数超过78.7万次。有消息称，2005年国民警卫队成员和预备役人员构成一线战斗部队的比例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大。其中参与伊拉克战争的警卫队士兵约占 43%， 阿富汗战争约占 55%， 实战经验可以说是极其丰富。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美国空军、陆军、海军是负责对外战争的，而美国警卫队则负责本土战争。美国国会对他的要求和3大军种一样，都极为严苛。论单一兵种的战斗力可能不如美军的3大兵种，但论综合战斗力，警卫队可以和任何军种一战。
所以这支部队也被网友戏称为继美国空军、海军、陆军之后的世界第4大军事力量。海军陆战队也由此荣获了5等马润的光荣称号。如此强悍的一支部队，却仅仅只是美国陆军的备用选项，那么想必美国陆军的正规部队会更强。其实客观来说，美国陆军正规部队和警卫队陆军孰强孰弱还真不好说。美国陆军设立战区陆军、军、师3个指挥层级，6个战区分别是印度洋太平洋战区、欧洲战区、南方战区、中央战区、北方战区、非洲战区。6个集团军分别是第3、5、6、7、8、9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兼美军中央战区陆军司令部，第5集团军兼是美军北方战区陆军司令部，第6集团军兼美军南方战区陆军司令部，第7集团军兼美军欧洲战区陆军司令部，第9集团军兼美军非洲战区陆军司令部，第8集团军及驻韩国美军。大家看这张图，美国陆军现役人数主要就是图里面的这些兵种组成，战斗兵种并没有什么特殊性，特殊的并不在这张图中，而在于美军的装备。美国陆军的装甲车以及单兵火力，还有那陆军航空兵的4400余架战机，数量都是世界陆军之最。像大家比较熟知的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UH-60 黑鹰、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MH-6、AH-6 小鸟攻击、OH-58乔奥瓦侦察直升机等等。还有判断一个国家的陆军强与不强，还要看另外一个特征，比如单兵反装甲、单兵防空装备普及到了什么程度。按照2023年的事态发展，最新的标准还要再加上陆军把拥有以及发射巡飞弹的权利下放到了部队编制的哪一个级别。实现以上2个标准的部队级别越低，那么它所在国家的陆军就越强大。美国陆军是世界首个将标枪此类的反坦克导弹下放到班排级别的部队，也是世界首个将巡飞弹装备以及发射权下放到排级的国家力量。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陆军相比，美国陆军可以说是把单兵武装到了牙齿。除了这些，现在的美国陆军地面装甲比起其他国家更是一骑绝尘。截至2023年，美国陆军拥有 M1A2 SIP V2 型1600多辆， M1A2 SIP V3 型300多辆。V3 型的装备量目前还在以每年100架的数量增加中。去年10月，美国陆军又曝光了 M1A2 SIP V4 在试验场中测试的视频，预计在2025年到26年，这型坦克将开始大规模生产并服役。简单对比一下就很清晰了，世界上与 M1A2 V2 V3 坦克技术指标接近的总共就这么几辆，像德国的豹2系列、英国挑战者3、勒克莱尔 XLR 等等。豹2 A7、A7 加、A7V、A7N0 目前已经装备了312辆，大约还有100多辆正在逐步生产当中。豹2 A6 及各种改型装备大约700多辆，单论数量 A7 和 A6 加起来也只有美国 M1A2 系列坦克的一半。挑战者3目前现有的数量为0，首批订单148辆，目前正在生产当中。勒克莱尔 XLR 的装备量为50架，总订购200辆，也正在生产中。T90M 的目前现役数量约200辆左右，新增年产量为20到50辆左右。除了坦克，像 M2A3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专门用来搞侦察的 M3A3 布雷德利骑兵战车、M113 装甲运兵车、史崔克装甲车、HMMWV 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重型增程机动战术卡车等等车辆，单拎出来任何一型和其他国家对比，数量都占据绝对优势。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大半因素是科技和装备的数量。如果是二战时期某一个国家陆军兵力多，那么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采用人海战术冲锋可能还会赢。但是在如今装备为王的战争时代，没有新进的装备，人数再多也会变成战场上的炮灰。接下来这部分是美国作战部队能时刻保持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战斗支援兵种。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多了一个电子对抗兵，也没什么特别的。最重要的是最后这部分战斗勤务支援兵种，这里面有一个兵种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的，那就是这个牧师。咱们看他的介绍，为士兵提供精神支持，说白了就是信仰跟随。很多战争电影都会有这样的情节。
比如士兵第一次消灭敌人后，或者看到什么血腥的画面后，导致信念崩塌，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这个时候，其他国家都是让心理专家进行干预，但美国陆军会直接让牧师上，然后就是噼里啪啦一顿讲。然后那些美国步兵就会满血复活，瞬间恢复战斗力。这就是美军的单兵能时刻保持良好状态的原因之一。火力军觉得，除了有牧师这一特殊兵种之外，单兵状态跟美军的作战体系不无关系。比如，陆军的步兵发现敌人之后，首先做的并不是架枪互射和敌人肉搏，而是呼叫空军支援，一轮不行来2轮，直到对方全部死翘翘为止，简直就是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如果换作你是美军，你的状态能不好吗？从这一点来看，在美军的前3大军种当中，陆军的步兵又是妥妥指挥官的角色，想不自信都难。当然了，要说美国陆军很强，那也得分时间段和分地区，甚至要区分具体的部队。公认美国陆军最弱的应该是2战西非战役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因为凯瑟琳山口之战，陆军确实打得很拉胯。在这之前，美国陆军实际参与的大规模战斗也就菲律宾战役。但那一仗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陆军的表现其实不算差。而在西非战役之后，巴顿上任，并且严厉整肃军队，并加强部队的训练，使得美军到了44年西西里战役打响时，已经具备不错的战斗能力。尤其到了44年底时，大多数美国陆军步兵师的战斗力要比对面的轴心国军队强了一个级别，德国人很难在同等兵力的对抗中占据上风。作为2战时期美军装甲师的巅峰，装甲第4步兵师更是一路击溃了9个德军步兵师，堪称那一时期不可复制的经典，被誉为英雄的部队。现在的美国陆军已经10几年没有发生过师级的战争了，此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绩完全是不对等的，所以目前美国陆军的战力到底如何，我们只能从装备优势上来判断了。当然，正如我们提到的，美国空军和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战力目前足够美国应对所有的海外冲突，需要现役的陆军步兵以集团军或者装甲师的规模进行地面推进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多了，更别说动用到全部的国民警卫队。不出意外的话，30年内国民警卫队只能作为陆军的备选项。在如今的战场中，美国陆军也不可能再和敌人贴身肉搏，更多的只是作为支援部队或者说准后勤部队来参与战争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21世纪的美国陆军依然是世界陆军之最。